大家好，我是罗乙，欢迎来到罗乙时间。这里是生命与 DNA 科学系列之3，生物学的盲点与误区第7集。当前生物学认为，基因是唯一的遗传因素。分子人类学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证实，这是生物学的盲点与误区。DNA 编码的解码看见，所谓基因是唯一的遗传因素，完全违背了科学事实。我们知道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，一切关于生命的解释和结论都必须从 DNA 中去寻找。我们先来看 DNA 和人体的关系。人体是由40到60万亿细胞构成，几乎每个细胞中都有23对染色体以及它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。这个螺旋体结构就是染色体。染色体是由4种碱基构成的，4种碱基的编码代码就是 ATCG。在这个螺旋结构的台阶上，每一个台阶都有排列的 ATCG 4个编码。由于我们人体几乎每个细胞中都有60亿的 DNA 编码，可以说我们浑身上下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，人就是 DNA 编码编出来的。那么这60亿的 DNA 编码是如何进入我们人体的呢？1、2、3。我们知道，一个精子和卵子结合呢，就会产生一个受精卵细胞。受精卵细胞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。受精卵细胞只有针尖大，它为什么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生命呢？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。针尖大的受精卵细胞，它的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宝贝。什么宝贝？我们先来看精子里面有什么？有30亿 DNA 编码，卵子里面呢也有30亿 DNA 编码，合起来就是60亿 DNA 编码。所以在这个受精卵细胞里面呢，就有了60亿的 DNA 编码。卵子和精子里面各有30亿的 DNA 编码。我们来把这个看懂，就知道为什么。这是美国基因银行发布的人类基因组编码数据。基因组不是基因的组合，也不是基因。基因组是我们人体的22条长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，一共24条染色体构成的人类基因组。所以在精子里面呢，就有22条长染色体，有1个性染色体。精子里面有的是 X 一个性染色体，有一半的精子呢是 Y 性染色体，这样呢就有了23条染色体在精子里面。那卵子里面呢，同样也有这样的22条长染色体，再加上1个性染色体，卵子里面就是 X， 所以它也是23条染色体。精子的23条染色体，卵子的23条染色体，合起来呢，就是我们说的细胞中就有了23对染色体。22条长染色体加上1个性染色体呢，就是30亿的 DNA 编码。所以精子和卵子里面呢，
都有23条染色体，都有30亿的 DNA 编码，这样呢合起来以后就是60亿的编码，23对染色体。从基因组我们就看得特别清楚，我们人类基因组24条染色体合起来呢是30亿多的 DNA 编码。人类的基因组是独一无二的，也是恒定不变的。在我们的卵子中有，在精子中也有，合起来以后就有了一个新生命。所以 DNA 编码是通过精子和卵子进入人体的，这是一个可以说是输入的信息，因为 DNA 编码就是信息嘛，所以我们的输入信息就是通过精子和卵子进入人体的。现在我们就要来看，我们说每一条染色体呢，它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是恒定不变的。为什么呢？虽然每一条染色体都是像这样子的螺旋体结构，而且上面的 DNA 编码呢都是 ATCG 4个编码。不一样的在哪里呢？就是不一样在这里了。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不一样，24条染色体没有2条相同的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是独一无二。你看1号长染色体是24925万多，你找不到第2条相同的，每一条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由于它的数据是独一无二的，它在染色体上所排列的序列也是独一无二的，序列独一无二，它表达的信息也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。24条独一无二的染色体所构成的人类基因组必然也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为什么是恒定不变的呢？我们知道一个受精卵细胞要分裂成2个，2个要分裂成4个，这样子一直分裂要分裂到40到60万亿个。那么细胞在分裂的过程当中呢，23对染色体所包含的60亿编码，它都要同时的复制 copy 到新的细胞中去，这样才能够使每个细胞中都有23对染色体60亿 DNA 编码。那我们知道基因会突变，我们常常说基因突变，实际上不是基因突变，是 DNA 编码突变。基因突变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，或者说是不科学的，应该是叫 DNA 编码的突变，就是这些编码会产生突变。那编码的突变率是多少呢？编码突变率只有10亿分之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60亿的编码如果复制一次的话，只有6个编码的突变。在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，平均是50次的细胞分裂，5、6、300，也就是说我们一代人呢只有300个 DNA 编码的突变，60亿 DNA 编码300个突变，所以是微乎其微，它一点都不影响，或者说没有破坏染色体的恒定性，没有破坏它的编码数据的恒定、编码序列的恒定、编码信息的恒定，以及染色体结构的恒定，它都没有破坏，都没有影响。所以每一条染色体呢是恒定不变的。那恒定不变的染色体所构成的基因组也是恒定不变的。所以我们人体中的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、恒定不变的，染色体构成的我们人类的基因组也是独一无二、恒定不变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个独一无二、恒定不变可以看见什么呢？看见其他的动物、植物，它们的染色体每一条也是独一无二的，也是因为数据不同、序列不同、信息不同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由于突变率
微小，也没有破坏染色体的恒定性，构成的基因组也是恒定不变的。所以其他生物的基因组也是独一无二、恒定不变的。因为所有二倍体的动物、植物同样都有常染色体，都有性染色体，它们的基因组也是常染色体和性染色体构成的。所区别就在于每一条染色体不一样，独一无二，构成的基因组也是独一无二，恒定不变。这样子每一个物种也都是独一无二、恒定不变的，这就是不可能产生进化的原因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也正因为 DNA 编码它的数据独一无二、恒定不变，科学家才可以找到我们人类的基因组，还有其他生物的基因组。如果它脑在变，那你这个1号常染色体你就不能这样写了，你就不能说2.49亿多万了，对吧？2号常染色体2.43亿多万，你不能这样子写，因为它变来变去，脑在变化，你怎么可能把固定的数字写下来呢？把我们人体的基因组的30亿的编码放在这里呢，这个数据你就不能够放，因为它。我们现在了解了 DNA 编码 ATCG 构成了染色体，24条染色体，其中有22条是常染色体，1对性染色体，构成了人类的基因组。人类基因组包含了30亿 DNA 编码，这30亿的 DNA 编码呢，就是人类整体的全部的遗传信息。我们在思考的时候，一定要常常想到它是编码，是信息。你不能老是想着是肉体，一定要把信息结合进来。由于每一条染色体都是恒定的，所以染色体的恒定就保证了基因组的恒定，基因组整体的恒定保证了信息整体的恒定，信息整体的恒定就保证了物种整体的恒定。什么样的信息产生什么样的物种？什么样的信息产生什么样的形体？什么样的物种传递遗传什么样的信息？这就是信息与形体的关系，生物与 DNA 信息的关系。前面我们讲了 DNA 与人体的关系，我们现在来看基因与人体的关系。我们知道这是人类的基因组，人类基因组是由22条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构成的。24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、恒定不变的。24条染色体构成的人类基因组也是独一无二、恒定不变的。24条染色体包含了30亿多的 DNA 编码。2004年，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联盟的研究者宣布，人类基因组中所含基因的预计数目从先前的4万调整为25000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人类基因组的这30亿的 DNA 编码遗传信息中，仅仅只有3%的编码信息属于基因的信息，97%的编码信息不是基因的信息。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基因的信息
在人类基因组30亿 DNA 编码的遗传信息中，仅只占3%，其比例非常小。虽然未来这个数据还有可能调整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即便是调整到最后精确的数据的时候，其比例仍然会很小。这就是基因和 DNA 编码整体的关系。我们知道，精子的22条长染色体，一个性染色体包含的30亿 DNA 编码；卵子里面22条长染色体，一个性染色体包含的30亿 DNA 编码，合起来就有60亿 DNA 编码，23对染色体进入了人体。60亿 DNA 编码在人体中分为3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属于基因的信息，基因的信息占编码的3%。基因的信息就是我们身体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肉体的这部分。还有97%的编码呢，分别是调节和控制的信息，还有非物质的遗传信息。调节和控制的信息主要是我们各个器官的产生，各个器官的互相配合，还有当细胞分裂的时候，23对染色体60亿编码都要 copy 复制到新的细胞中去，还有很多的类似的工作，都是由调节和控制信息去完成的。非物质的遗传信息就是我们的性格、特长，还有我们的思维等等，这些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是可以表现出来的非物质的遗传信息。科学研究者公布人体的基因数目是25000个，这在人类整体30亿 DNA 编码信息中仅只占3%。这就是人类物质的遗传信息，也就是我们的肉体的部分。其他97%的 DNA 编码信息都不是基因，属于非物质的遗传信息。进化论说，基因是唯一的遗传因素，没有拿出 DNA 解码的任何科学依据。而分子人类学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得到的科学结论，证明基因是唯一的遗传因素，是进化论伪科学欺骗人们的谎言。